特拉斯的最新照片出来了。2025年10月4日 ，NASA 的毅力号火星探測車的右导航相机拍攝下了一张极其普通，但又可能改变我们認知的照片。在這張被編號為 SOL1643 的原始圖像中，一個微弱而纖細的亮斑出現在火星夜空的高處。它沒有明顯的拖尾，也不像恆星那樣穩定點狀。它略帶模糊，仿佛在運動，又似乎被某種能量包裹。NASA 官方並沒有直接確認這就是3I 阿特拉斯，但在這次圖像發布後不久， NASA 的火星原始影像數據庫就被網友和研究者瘋狂檢索。多位天文愛好者聲稱，他們通過圖像疊加與曝光增強，確認這個亮點的坐標和方向正好與3阿特拉斯在當時的預期方位相吻合。科學家指出，這張圖像的拍攝時間正處於3I 阿特拉斯掠過火星最近點的48小時窗口期，也就是說，這可能是人類歷史上第一次從另一顆行星的表面直接拍下一個星際天體的身影。這張影像雖然模糊，卻意義非凡。它證明了火星探測器的觀測潛力，也讓這場星際訪客事件變得更加撲朔迷離。因為這張照片實在是太規整了，它沒有塵埃尾跡，沒有碎片，幾乎是一個完美發光的圓柱體。不過你先不要恐慌，在這裡我們依然可以從多個角度來解釋這個現象。1. 相機曝光。火星探測器的攝像機曝光時間往往較長，以用來捕捉亮度比較暗的天體。如果一個高速移動的目標在曝光期間橫跨視野，就會在圖像上拉成橢圓或圓柱狀光跡。這並不是說天體真的是這種形狀，而是光跡的運動軌跡疊加後的效果。換句話說，那道光柱其實可能只是一個亮點在相機曝光期間高速移動所造成的結果。2. 火星大氣折射與太陽反射。3I 阿特拉斯目前仍在火星軌道外側，受到陽光強烈照射。若其表面存在冰晶、反光顆粒或金屬質地的岩塊，就可能像鏡面一樣反射陽光。這種反射在火星稀薄的大氣中不會散射太多，因此它就會顯得更銳利、更刺眼，看起來就像自主發光的圓柱體。3. 缺乏塵埃尾跡並不反常。很多星際天體，比如奧陌陌，同樣沒有顯著的氣體或塵埃尾巴，這說明它可能不是典型的活躍彗星，而是早已失去揮發物的固體天體。所以沒有尾巴、不噴氣，也不代表它是人造物。4. 相機像素與數據壓縮。火星車傳回的圖像通常經過高壓縮和像素差值，這會讓亮度突出的區域邊緣變得平滑對稱。明亮的光源處，比如太陽的反射點，就會出現飽和擴散，導致亮區邊緣被渲染成完美的幾何形態，最終形成圓形或橢圓形的形狀。不過僅憑這張照片，依然不能確定3I 阿特拉斯的真實身份。這張毅力號火星車拍到的照片只是一個重要線索，遠未達到證明的地步。科學家們正在等待 ESA 和 NASA 的聯合觀測數據，包括火星勘測軌道器和 ExoMars 探測車的同步觀測結果。只有當多元數據在軌跡、亮度、物質特徵上達成一致，才能最終判斷出它的本質。阿維勒布在採訪中說過一句話：科學的職責不是立即否定任何不尋常的現象，而是保持懷疑，同時保持興趣。換句話說，我們可以驚嘆，但不能武斷。無論3I 阿特拉斯是冰冷的彗星，還是某種外星文明的裝置，唯一可以確認的是，毅力號火星車拍到的這張模糊光影已經被寫入了人類探索宇宙的歷史。3I 阿特拉斯的故事還遠遠沒有結束。ESA 的火星軌道車的拍攝數據還在分析，後續還有木星軌道器的觀測。相信在越來越多的證據被發現之後，它的真實身份也自然會有一個明確的結果。